当地时间2月10号下午，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4国的政府顾问代表在德国柏林举行新一轮的诺曼底模式4国会谈，以调解乌克兰危机。诺曼底模式来源于2014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国际纪念仪式。当时4国领导人在活动期间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此举却引起美方不满，因为美国感觉被排除在外。因此，美媒纷纷对德国进行指责。《纽约时报》谴责德国政府不作为，彭博新闻社将德国总理舒尔茨列为乌克兰危机中最薄弱的环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拜登还在2月7号与舒尔茨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拿北溪2号说事，表示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乌克兰边境线，那么将再也不会有北溪2号，美国将结束这个项目。但舒尔茨并不理会拜登的这一威胁，特别是当一名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在这里解释清楚立场有助于赢回美国的信任时，面无表情的舒尔茨更是直接翻了一个白眼。另一旁的拜登不得不站出来打圆场，表示舒尔茨无需赢回信任，因为他完全得到了美国的信任。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欧洲的独立，欧洲法德这些国家最终绕开美国，独立的处理欧洲事务，这个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他实际上现在就是说，他极力的打压这些，就是不想让欧洲这些国家独立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依然他想让欧洲这些国家围绕在他周围啊，以他为中心，看他的眼色行事，以他来决定整个欧洲事务的去向。与德法谋求欧洲自主不同，英国坚定追随美国。2月1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及联合记者会，双方重点就双边关系议题及乌克兰局势等进行了讨论。随后，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直言，对话如同鸡同鸭讲。Тем, что разговор немого с глухим у нас получается, вроде бы слушаем, но не слышим.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Наши подробнейшие разъяснения, в общем-то, упали на такую не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ую почву.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已经在众多场合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底线：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北约停止东扩。不过，美国似乎不想让东欧局势降温，还火上浇油，持续加大对乌克兰局势的干预力度。2月12号，五角大楼宣布，未来几天将向波兰增派3000名美军，这是10天内美国第2次向欧洲增兵。此前，2月2号，美国宣布将向罗马尼亚、德国和波兰增派约3000名士兵，以支援北约东翼的盟友。五角大楼表示，目前驻欧美军数量超过8万，增派的5000名美军将组成一支高度机动的部队，能够执行多种任务，并可应对各种突发事件。2月5号，第一批增派的美军乘坐一架 C-17运输机抵达波兰热舒夫亚辛卡机场，该机场靠近波兰与乌克兰边界。波兰军官称，这些士兵来自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共有1700名。按照美方的说法，这支战略应急部队可以在18小时内迅速部署，应对世界任何地方的突发事件，并进行空降攻击，以确保关键目标的安全。它达成所谓快速反应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条件是，美国有大量的远程运输机，它是靠飞机达成的啊。然后体系它也很完整，然后各种武器装备、夜视器材、通信设备，它都是很完备的。所以再加上平时的大量的这种伞降、空降的训练，所以快速的部署在世界各地，它都可以达成。那么82空降师部署在波兰，可能会起到一定的就是维持当地的这种局面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不认为82空降师会进入乌克兰境内去作战，他没这个胆量。第82空降师一直是美国对他国进行军事介入的王牌，而上一次被普遍关注的是在阿富汗撤军行动，它是最后一支撤出的美军部队，灰头土脸，脸上无光。而这次奔赴波兰的指挥官克里斯·多纳修少将，就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军人。多纳修在机场说：“我们在波兰的部署表明了我们与欧洲所有盟国的团结。”然而，有分析认为，美国向东欧地区增兵主要目的并不是保护盟友，而是为避免重演去年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
早早就做好从乌克兰撤侨的准备。据美媒报道，白宫已经批准了五角大楼的一项计划，一旦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部署在波兰的美军将会帮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逃离乌克兰。被部署在波兰境内的美国大兵，目前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在波兰与乌克兰边界设立检查站、帐篷营地和其他一些临时设施，准备为抵达这里的美国人提供服务。